在江湖上有两大神兵利器，分别是风魔镜和雷魔镜。传说风雷二镜合二为一，必然会发出宇宙灵光，无坚不摧，天崩地裂。不仅如此，它还可以当作钥匙，开启吴王阖闾的墓葬。墓葬里面有2样宝贝，一样是鱼肠剑，锋利无比，无敌不破；另一样是千年灵芝，汲取日月精华，能让人长生不老。最近江湖上出现了一位女魔头，称为九幽魔女。她心狠手辣，无恶不作，经常绑架一些武林高手，为他们吃下一种叫尸虫丸的东西。只要吃下这种丸子，脸部就会溃烂，身体变得奇痒难耐。为了得到解药，他们将终身受九幽魔女的钳制，成为她的傀儡。为此，九幽魔女创立了勾魂血令帮，企图称霸武林，滥杀无辜的大魔头很快引起整个武林的征讨。江湖群雄集结到金狮门，召开武林大会，共同商量对付九幽魔女的对策。有人提议可以用风雷魔镜来对付她。如今风魔镜在集贤庄庄主白天雄手里，雷魔镜在金狮门的温掌门手里，只要风雷合并，便可消灭魔女。温掌门则认为风雷合并威力巨大，恐怕会引起天崩地裂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这个提议遭到了拒绝。本以为这次大会天衣无缝，没想到内部出了一个奸细。集贤庄的二庄主冷云早已经被九幽魔女收买，悄悄向魔女汇报大会情况。魔女一听，瞬间怒了，立刻命令手下去抢夺风雷二镜。手下解开面罩，个个脸部溃烂，他们都是之前消失的武林人士，因为服了尸虫丸，为了寻求解药，不得不听命于他。月黑风高杀人夜，趁集贤庄庄主开会之际，杀手们潜入集贤庄，虽有守卫把守，但都不是对手。杀手们一路杀上塔楼，轻松盗走了风魔镜，但也有2个杀手领了盒饭。得知风魔镜被盗，白天雄火急火燎地赶回来。很显然，对方知道他不在集贤庄，才敢上门抢夺。二庄主冷云从杀手的尸体上找到了金狮门的腰牌，便顺口胡诌，说是温掌门利用调虎离山计引开白天雄后，再派出杀手夜袭集贤庄，坚守自盗。没想到白天雄真的信了，冷云的出言挑唆，目的是要让白天雄和温掌门干架，来个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与此同时，杀手们将风魔镜呈现给了九幽魔女，看到镜子后，魔女大喜，赏赐给杀手们一半解药。服下解药的杀手们脸上的烂疮立刻恢复了一半，接下来就是要夺取雷魔镜。另一边，金狮门的少庄主温剑锋带着随从在茶店里休息，中途温剑锋看出小二和老板眼神不善，温剑锋早有提防，小二和老板的偷袭统统被他挡了下来。眼见2人失手，埋伏的杀手一并跳了出来，温剑锋和随从合力处理掉了杀手。他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被九幽魔女掌握，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赶往集贤庄避难。2人策马奔腾，一路赶到了集贤庄。由于风魔镜被盗，白天雄正憋着一肚子火，没想到温剑锋主动撞到了枪口上。冷云关上大门，把温剑锋的随从举至门外，将独自一人的温剑锋带入大堂。随后冷云拿出之前死去杀手的腰牌和血衣，质问温剑锋为什么金狮门要夜袭集贤庄，盗走风魔镜。温剑锋当然不认账，双方剑拔弩张，集贤庄的人一拥而上。虽然温剑锋身手不凡，但终究寡不敌众，落了下风。随从听到屋里的打斗，着急万分，却被集贤庄的人拦在了外面。冷云持剑加入战斗，2人过招10几个回合，难分胜负。金狮门与集贤庄素来关系交好，集贤庄白天雄之女白小凤与温剑锋更是默认的一对青梅竹马。关键时刻，白小凤出手相救，帮助温剑锋逃离了集贤庄。2人一路狂奔至荒野，温剑锋气不过，质问白小凤为何将风魔镜失窃一事算到金狮门的头上。白小凤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冷云出的主意。自从父亲摔伤腿之后，大小事务都由冷云来打理，只要冷云说什么，他父亲就信什么。温剑锋也看出冷云是个面善心不善的主，他提醒白小凤回去后让他父亲小心提防，别上了他的当。2人分开后，白小凤回到集贤庄调查二庄主，温剑锋则和随从完成了会合。2人来到一处客栈，和几个好友相聚，得知九幽魔女会抓走江湖高手，并以尸虫丸逼迫作恶后，温剑锋气愤不已，扬言要杀了女魔头泄愤。殊不知店小二是勾魂血令帮成员。听闻几人对话后，店小二来到破庙，从暗道进入到血令帮内部，将温剑锋的行踪汇报给了魔女。经过上一次的失利，魔女决定亲自出手，她要用温剑锋的性命来换取雷魔镜。话分两头，回到集贤庄的白小凤向老爹说起自己的看法。风魔镜的藏匿地点只有自己、老爹和冷云知道，所以冷云是最有可能里应外合偷走风魔镜的人。
好巧不巧，冷云回来了，刚才的话全被他听得一清二楚。他打算离开一段时间，好洗脱自己的嫌疑。白天雄却安慰他不要将小凤的话放在心上。冷云嘴上笑着，心里却打起了算盘。深夜，九幽魔女的杀手们潜入了客栈，准备活捉温剑锋。隔着窗户，杀手吹出迷魂烟，温剑锋及时察觉，捂住了口鼻，随后一掌干掉了门外杀手。双方在客栈里打成一团。忽然，一阵淫荡的笑声袭来，九幽魔女的出现让战局瞬间逆转。这魔头武功果然了得，随从一个照面就被九幽魔女猴子偷桃，捏爆，防不胜防啊！接着一脸淫荡的要温剑锋跟他走，愤怒的温剑锋冲上前和九幽魔女拼命，不料中了对方手帕里的迷魂烟。临走时，魔女让残血的随从给温掌门捎去口信，让他在后天午时带着雷魔镜到鬼丑谷换人，不然就撕票。随从踉踉跄跄地走回去，在转达完魔女的话后，就因为太过痛苦一命呜呼了。一觉醒来，温剑锋发现自己正躺在九幽魔女的卧室，看着小帅哥长相俊朗，英姿飒爽，九幽魔女暗爽，打算浓情蜜意一番。怎料温剑锋果断拒绝，还怒斥九幽魔女是个变态。面对魔女的色诱，小帅哥岿然不动。不是说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吗？怎么不灵验了呢？温剑锋为了守住贞操，宁死不从，表示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所以说，男孩子出门在外，还是要保护好自己。九幽魔女气急败坏，只好拿温剑锋的朋友开刀，先是让手下对2个朋友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，然后又喂下尸虫丸。不一会儿，朋友脸上就生满了烂疮，浑身更是奇痒难耐，痛不欲生。温剑锋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九幽魔女趁热打铁，怎么样，从还是不从？温剑锋依旧誓死不从。算了吧，我已经名花有主，你还是放弃吧。九幽魔女气得脸都绿了，直接把温剑锋打入地牢。话说男人都被你囚禁了，你不会爱咋咋地？啊呸，粗俗！夜晚，冷云通过密道准备去和魔女私会，白小凤发现异常，暗中跟随，进入密道，径直来到了敌方大本营，并且发现了牢房里的温剑锋。还没来得及高兴，白小凤就被冷云发现，结果不敌，被活捉。没想到2个武林人士突然良心发现，深知即使帮助夺取了魔镜，女魔头也不会给另一半解药，几人联手杀死守卫，将温剑锋和白小凤救了出去，最后更是牺牲自己为2人断后。2人杀出重围，从密道逃到了外面。知道身份败露的冷云抢先一步回到了极限庄，打算干掉白天雄，结果空空如也，毛都没有。白天雄早已经率先前往了金石门，原来白天雄早就怀疑冷云是奸细，之所以不戳穿他，就是怕打草惊蛇。当初盗走的封魔镜也是假镜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白天雄把真封魔镜交由温掌门保管，随后便离开了。他要去找冷云决一死战，谁知他前脚刚走，后脚九幽魔女就带领杀手杀上了门。一番乱战后，金石门上下尽皆死亡。温掌门虽然拼死干掉了所有杀手，但最后还是难逃魔女的魔掌，魔女也顺利得到了风雷二镜。等到温剑锋和白小凤赶回来时，发现金石门惨遭灭门，温剑锋万念俱灰。看到地上的留言后，立刻直奔鬼丑谷。另一边，白天雄和冷云狭路相逢，一阵插科打诨后，一言不合就开干。由于白天雄是个瘸子，在争斗中逐渐落入下风，被冷云打得满地打滚。冷云腾空而起，准备发动致命一击，怎料白天雄出其不意，借用假腿干掉了对方。原来白天雄不是真瘸子，腿好了以后瞒过所有人，牛掰，不愧是全场 MVP。随后温剑锋带着白小凤赶到，几人合力杀退了血灵帮。3人马不停蹄地赶往吴王阖闾的坟墓。此时的九幽魔女利用风雷二镜打开了墓葬的铁门，一群人鱼贯而入，里面金银财宝无数，但魔女只想得到玉长剑和千年灵芝。白天雄3人紧随而至，要是让大魔头得到玉长剑，那当今世上就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。3人一路杀进墓室，将血灵帮的人悉数杀尽。最后4人战斗在一起，3人先是打掉了魔女的风雷魔镜，然后又撕掉她的迷魂帕。九幽魔女想拿取玉长剑，却被温剑锋拼死阻拦。不妙的是，魔女还是拿到了玉长剑，玉长剑削铁如泥，犀利无比，几人手里的兵器基本上一碰就碎了。最后还是白天雄拼上这条老命，才和九幽魔女同归于尽。最终只有温剑锋和白小凤活了下来。本片虽然剧情有些老套，不过在当时来说却非常的新颖，尤其是其中的打斗场面，比后来的一些电影都要好上许多。很多人估计都没有看出来，温剑锋就是9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洪七公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